是什么东西？姐姐，你占着正妃的位置也够久了，你是不是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体弱无子，哪有什么天意？你大婚那夜喝的酒里被我放了全死药。傅长安，我云家为你出生入死。初瑶，太子妃只能是婉婉，你活着，她名不正言不顺。原来我不能生，不是命，是他。姐姐，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挡了路，我替他铺路，替他让位，到头来连命都赔进去了。请王爷王妃喝合卺酒。王妃这是羞了，连头都不敢抬呢。新娘子快些，可别误了吉时。王爷可等着。我回来了，回到大婚这夜，回到他们毁我一生的时候。请王爷王妃饮合卺酒，夫妻同心，白首不离。王妃，怎么了？无事。上一世就是这杯酒断了我的后半生，杯子上有着剧毒绝子药。王妃快些呀，王爷还等着呢。合卺酒一喝，这礼才算成了。王妃真是害羞了。我现在若是直接掀翻这杯酒，只会成全他们，说我疯癫。抓贼拿赃，得让他们自食恶果。这一回我不躲，我要他自己喝下去。王妃今日说的都是喜兆，快说来听听。我从前听人说，新婚饮交杯酒时，若夫妻互换酒盏，便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往后才能长长久久。这话真吉利，王妃当真是有心人，这一头好。王爷王妃换盏同饮，情比金坚呢。正是这个理，王爷王妃夫妻一体，自带如此。既如此，便依王妃所言。好一个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王爷王妃定会白首同心。殿下，请。合卺酒已成，恭喜王爷王妃，恭喜景王殿下，恭喜王妃。这一杯下去，往后可就长长久久，早生贵子了。王妃如今可放心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快就把合卺酒喝了？来了。殿下，你们已经喝了。婉婉，你来做什么？大婚之夜，她一个乳娘之女敢擅闯喜房，她作为新郎官，竟敢当众护她。上一世是我瞎了眼，竟自欺欺人，觉得那是兄妹之情。承安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着今日殿下大婚，民间都有闹洞房的习俗，我便想来同王妃开个玩笑。沈姑娘，就算是玩笑，也不该没规矩的闹到喜房里来。今日可是王爷大婚的正日子，这也太放肆了。再是一起长大，也该知道尊卑分寸吧。婉婉是本王乳娘的女儿，自幼同本王一起长大，性子骄纵了些，却不是有心冒犯。今日是本王大婚，你跑来这儿做什么？殿下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他怕的根本不是擅闯喜房被责罚，他怕的是那杯酒已经下了肚。沈小姐方才说要同我开个玩笑，那这个玩笑到底是什么？初瑶，婉婉不过是玩笑过了头，你何必？玩笑？既然是玩笑，那便请沈小姐当着众人的面说清楚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沈小姐，怎么不说话了？你方才不是说只是想同我开个玩笑吗？既然是玩笑，总不至于连是什么都说不出口吧？上一世他认个错，掉几滴眼泪，这事便轻轻接过去。这一回没那么容易。我路过药铺，见有人卖些稀奇古怪的药，觉得好玩便买了。我真没想害王妃，我只是想王妃出入王府，若稍压一下，以后也能温顺些。什么叫下一下王妃？好让王妃温顺些，这哪里是玩笑，这分明是在给王妃下马威。一个乳娘之女，也敢把手伸到王妃头上？不是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一时糊涂。够了！婉婉年纪小，没轻没重，今日不过是闹过了头，你们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重？殿下的意思是，给王妃的合卺酒里动手脚，也只是闹过了头。初瑶，本王说了，婉婉并无恶意。既然并无恶意，那就请沈小姐把话说完。你买的到底是什么药？是绝子药。
绝子药，他疯了吗？这可是合卺酒，大婚之夜用这种东西也太毒了。你说什么？殿下，我原想赶在喝酒前拦下的，可我在外头摔了一跤，晚了一步，谁知王妃已经喝了。绝我子嗣，在他嘴里竟能说成一场玩笑。胡闹！楚瑶，这事是他做错了，但你放心，就算这药真有妨碍，本王也不会嫌弃你。正妃之位仍是你的。一句不嫌弃，就想让我吞下这口血，我不认。都是婉婉的错。王妃若真因此不能生养，婉婉愿入府为妾，以后生下的孩子全都养在王妃膝下，只求王妃消气。这话听着，倒像早替自己想好了后路，是赔罪，还是借着赔罪想入府？快传太医！王妃若喝了绝子药，这可是一辈子的事。不行，殿下，今日大婚，东房请太医多会去。万一药是假的呢？王妃不能因为一个真假未定的药，就毁了殿下的喜事吧？婉婉说的也有道理，今日道定是本王大婚，不宜见医，待明日再宣太医也不迟。殿下，我家小姐可是镇国公府的嫡女，是您八抬大轿娶进门的正妃。如今在您新房里受了绝子药的算计，您非但不彻查，连太医都不肯请，我们国公府咽不下这口气。本王说了，明日再看，未必真有那么大的药性。你们在新房里闹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王妃，奴婢这就派人去请国公爷和夫人来为您做主。去，这样大的事，确实该让父亲母亲知道。快，立刻去国公府，请国公爷和夫人。你非要把事情闹大？闹大？殿下是说御赐的合卺酒被人动了手脚，是我在闹大？还是说，只要喝下这杯酒的人是我，这件事就不必追究？都是婉婉的错，殿下别为了这点事和王妃生分。可今日毕竟是殿下大喜，若惊动长辈请来太医，外边还不知要传成什么难听的样子。这点事，绝人子嗣在你口中只是点小事，你的命倒真是金贵。我只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就敢在王妃的合卺酒里下绝子药，那你若再糊涂一点，是不是连贺锦清都敢往我碗里放？你断我子嗣和杀我有什么分别？够了，本王已经说得够明白了，他愿意赔罪，也愿意入府为妾，你还想如何？你本该有正妃的气度，只会这又叫外人看笑话。今日多少宾客还在外头等着，你若继续抓着不放，把喜事闹成丧事，别怪本王说你不识大体。殿下说的对，你又想做什么？我的确该为大局着想。既然殿下如此有气度，那我更该提醒殿下一句：方才喝了那杯绝子药的人是殿下。方才喝了那杯绝子药的人是殿下。你胡说八道，你疯了不成？我是不是胡说？回想一下便知道了。方才饮和年酒时，是我提议互换酒盏。那时我接过殿下手里的酒，而殿下拿走的正是我这一杯。方才确实换过酒盏，喜娘还说了句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。难道喝下绝子药的真是景王殿下？不可能，殿下，你方才喝的是这杯。确实换过，他喝的是本王手里的那杯，本王喝下去的是动了手脚的那杯酒。若真是这样，那绝对岂不是皇嗣？这可是大罪啊！是你故意的，这杯酒本来就是给你喝的，你明明知道酒里有药，所以才故意换给殿下，你好狠毒的心！哦，那为何里面有绝子药？难道你想谋害皇嗣吗？我没有想害殿下，我是下给你的。你给我下绝子药，断我子嗣，毁我一生，你还敢说得这样理直气壮？沈婉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那杯酒已经进了景王口中，你害的不只是我，是皇嗣、诛九族的大罪，你担得起吗？若喝下那杯酒的是云初瑶，不过是后宅争斗；可若喝下那酒的是景王，断的是皇嗣，是殿下的前程，是皇后与景王这些年经营的一切。我没有，殿下，你信我，我真的不是要害你的。长安哥哥，我真的不是有心的，都是这个女人，是她故意换酒害你，是她。够了！绝子药，那杯酒竟进了本王的口中。马上叫太医！还愣着做什么？没听见殿下吩咐吗？快去请太医！来人，把他拿下！给王妃下绝子药，
如今又害到景王殿下头上，这可是谋害皇嗣的大罪。殿下救我！我没有想害你，我真没有，都是他，是云初瑶，是他故意换酒杯的。绝子药，本王是皇子，是皇后嫡子，若当真就此绝了后，母后的心血，皇兄的虎视眈眈，全完了。你早就知道酒里有问题，是不是？殿下现在倒是会问了。方才我一再追问沈婉婉下的是什么药，一再让人请太医，殿下是怎么说的？你说他不过开个玩笑，你说我该有正妃气度，你还说就算我喝了绝子药，你也不会嫌弃我。这些不都是你说的吗？同样是这杯酒，果然落在谁身上，分量就不一样了。上一世别人毁了我一生，他也只会劝我大度。如今这口苦果，总算轮到他自己吞了。放开我！殿下承安哥哥，你救救我！我只是想害云初瑶，可为什么那杯酒偏偏进了殿下的口？你这个毒妇！你明知道酒里有药，还故意换给殿下！我不过是开个玩笑，你怎么敢这样害他？贱婢，你也配在这里攀咬王妃？这药是你下的，酒是你备的，如今出了事，便想往王妃身上泼脏水。你给王妃下绝子药时怎么不说是玩笑？如今害到景王殿下头上，倒知道怕了。就是，别人都把毒喂到嘴边了，难道还得老老实实喝下去才算贤良大度？都给本王闭嘴！上一世我喝下那杯酒时也是又惊又怕，想请太医，想请父母，想请人做主，可他只会说我小题大造，说沈婉婉认了错，说事情闹大了只会让人笑话。如今轮到他自己，他才知道着急，才知道怕。殿下如今这样着急，倒叫我有些糊涂了。方才不是还说大婚之日请太医会请，不急在这一时呢？国公爷到，夫人到。终于来了。国公爷和夫人来了，真好，爹娘哥哥都还在，可今夜还没结束。臣参见景王殿下，参见王妃。少废话，立刻给本王诊脉。只要太医说一句无碍，今夜就能压下去。说话，殿下可是服用了什么极伤根本的药物？上一世太医也是这么说的，药性极烈，伤了根本，再无转圜。那时塌下来的是我的天，如今终于轮到傅承安了。本王问你，后果如何？此药药性极重，已伤及根本，殿下日后只怕难再有子嗣。什么？景王殿下绝嗣了？你胡说！你在诊！你这位姑娘，脉象清楚，臣不敢妄言。若是寻常药物也便罢了，可这绝子药本就是冲着断人根本去的，下药之人怕是还加重了样量。沈婉婉既想绝我子嗣，怎么会手软？只可惜落到了傅承安自己身上，真生气！贱人，你竟敢害本王！殿下，我没有，我是下给他的，是云初瑶故意换了酒杯，若不是怎么会自食恶果？是吗？殿下方才不是说不过一杯酒，不必小题大做吗？如今怎么倒急成这样？你闭嘴！景王殿下好大的威风！瑶儿，娘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沈婉婉在女儿的和期酒里下了绝子药，殿下知道后，不仅不肯立刻追究，还说他只是开个玩笑，让女儿识大体，要有正妃气度。后来女儿才说出，方才交杯饮酒时，我与殿下换了酒杯，喝下那杯药的人其实是殿下。方才说是我妹妹喝了，你便让她识大体，大度容人。如今喝下去的是你自己，倒知道请太医了。你这大度，原来只用来劝别人。我妹妹堂堂镇国公府嫡女，大婚之夜被一个乳娘之女下绝子药，景王殿下不但不问罪，反倒怪她不够大度，不配王妃之位。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殿下倒知道愤怒了。怎么，合着我妹妹的子嗣，我云家的颜面都不值一提，只有殿下你自己的前程金贵。方才若是王妃喝了那杯酒，便是顾全大局，如今换成景王自己，倒成刻不容缓了。我将女儿送入景王府，不是送来给人作践的。你若早与这个沈婉婉有私情，大可明着说，何必定了我女儿的婚，又纵着这等下贱手段来害她？如今事情败露，你倒还敢冲我女儿发火？
靖王殿下，你当我郑国公府没人了不成？婚前与人私通，珠胎暗结，大婚之夜又纵容一个如芒之女谋害未来王妃子嗣。殿下是觉得我云家太好欺，还是觉得臣手中的兵权不配让殿下给几分体面？国公爷言重了，本王从未轻淡过云家，更无意羞辱初瑶。今日之事不过是一场意外。给我妹妹下绝子药叫意外，还是说殿下被药断了子嗣，这才算意外？殿下，婉婉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婉婉只是吃醋，只是害怕你娶了王妃后就不要我了。我只是想让王妃以后温顺些，哪里想到会闹成这样。都是他故意换了酒杯，害了殿下。若不是他心思歹毒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给我下绝子药，反倒成了我害你。沈婉婉，你也配？云初瑶，殿下还想护着他？他先给我下药，后害你绝丝，眼下还敢颠倒黑白？你方才问都不问，便信他是玩笑。如今他害得你断了子嗣，你还要护他到什么时候？安儿，太医怎么说？回皇后娘娘，靖王殿下所服之药药性极烈，只怕难再有子嗣。母后当心。好得很。本宫倒不知景王府里什么时候养出这样胆大包天的东西，一个如娘之女也敢谋害皇嗣，坏我皇儿前程。来人，在，将这个贱婢拖下去，杖毙！不要，殿下救我，救我呀！母后，你闭嘴！你们不能杀我！皇后娘娘，奴婢已有了殿下的骨肉。你说什么？奴婢已有2个月身孕，是殿下的孩子。你再说一遍。殿下，婉婉已有了你的骨肉，已经2个月了。婉婉本想等你大婚后再悄悄告诉你，给你一个惊喜。我只是太爱你了，我不想别的女人生下你的孩子，我只想替你生。你说过只会让我替你生下骨肉。大婚前就有母之女，竟已怀上。好一个景王府，好一个两情相悦，婚约未解，嫡妻未娶，庶子先有。景王殿下当是给足了我云家脸面。若这孩子真是本王的，那就……母后，婉婉不能死，她腹中怀的是儿臣的孩子，是儿臣如今唯一的血脉了。你给我起来！太医，给他诊脉。上一世也是今夜，他们逼我识大体，逼我认下他和他的孩子。可这一世喝下那杯药的人不是我。回皇后娘娘，沈姑娘确有身孕，已有2月余。婉婉，你为何不早说？殿下，婉婉真的不是要害你，我若早知那酒会被你喝下去，婉婉宁愿自己去死。皇后娘娘，奴婢罪该万死，可奴婢肚子里是殿下如今唯一的骨血啊！求娘娘看在孩子的份上，饶奴婢一命吧。既有身孕，便先留着。谢皇后娘娘，谢皇后娘娘。景王妃，今日之事的确委屈了你，可事已至此，再论谁是谁非，也无益于大局。沈婉婉有错，可她腹中是景王如今唯一的血脉，不能有失。本宫会做主，让她入景王府为妾，待她生下孩子，无论男女都记在名下。如此，你的体面还在，景王府的子嗣也保住了。你意下如何？什么叫记在我妹妹名下？她等休。上一世我退了一步又一步，最后丢了孩子，丢了性命。这一世，瑶儿，我绝不会再退。皇后娘娘，臣女不愿。你说什么？初瑶，母后已替你做主，婉婉只是个妾，孩子生下来记在你名下抚养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臣女与景王虽已拜堂，却未礼成，还算不得夫妻。如今沈婉婉已有身孕，殿下又舍不下她，臣女若还要进景王府，岂不是上赶着去做笑话？既然殿下看重腹中子嗣，请皇后娘娘成全退婚，从今往后各不相干。退婚岂是儿戏？臣女请旨退婚。荒唐！满京城皆知你是景王妃，说退就退，皇家颜面何存？皇家颜面？我妹妹大婚之夜被你心上人在和林酒里下绝子药，你倒叫她大度。如今人怀着你的孩子，
你还想让我妹妹进门替你养妾生子？景王殿下真当我郑国公家好欺负？皇后娘娘，臣把女儿嫁入皇家，是信景王人品。可如今景王婚前与沈氏有染在先，沈氏在和明酒中下药在后。若臣的女儿还要嫁，臣想问一句，谁受得了这样的羞辱？殿下执意不退，那便说明白，要婚约就不能留他腹中子，要孩子，臣女退婚，二者择一。不，殿下不能，这是你的孩子。云初瑶，你怎么敢？镇国公府嫡女，不替人养儿育女。请皇后娘娘恩准退婚。此事非本宫独断，来人，去请皇上。你非要逼到这一步？是殿下舍不得放臣女走。本王说了，你还是正妃，婉婉为妾，孩子归你养，还想怎样？臣女只要退婚。殿下，求你救救孩子！婉婉入府为妾也认了，孩子也认她做嫡母，只求你别陪我们要母子。不敢选了，这是本王的家事，轮不到你放肆。家事？你在御赐婚礼上闹出这种丑事，还敢说是家事？你毁的是我妹妹一生。皇后娘娘恕罪，臣这个儿子皮急，可他说的也是臣一家想说的，臣的女儿不能受这样的委屈。臣父宁可带女儿回府，也绝不让她进这样的王府。云初瑶，本宫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当真非退不可？是，哪怕满京城议论，议论好过送命，好过赔上一生。初瑶，本王从未想过害你，可殿下从未护过我。皇上驾到！谁来告诉朕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回皇上，沈氏在和民酒里下了绝子药，原是冲着云初瑶去的，结果被景王误饮。太医说景王以后子嗣艰难，偏偏沈氏此时又认下已有身孕，云初瑶因此请退婚。你倒给朕长脸！父皇息怒，儿臣闭嘴！一个乳娘之女，也敢把手伸到皇家子嗣上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皇上饶命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奴婢只是太爱殿下了，不想别的女人生下殿下的孩子。放肆！你也配提这个字？皇上，若今日喝药的是臣妹，景王可会轻飘飘一句玩笑？云成修，满屋人皆可作证。臣不敢怨，但女儿是捧着长大的，婚前有染，大婚下药，臣若逼女入府，枉为人父。皇上，臣父不懂朝堂大道理，只知道女儿不能往火坑里送。云家丫头，你自己说，你想如何？臣女退婚非嫌景王绝嗣，臣女只是看明白了，若出事的是臣女，他们一句玩笑便要臣女忍，臣女的一切在他们眼里都不值一提。既如此，臣女为何还要嫁？初瑶别赌气，臣女是在替自己做主。王妃打骂皆可，群芳不成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婉婉愿意一辈子做妾，孩子也交给你养，只求你别与殿下退。你给我下药，毁我子嗣，辱我颜面，如今还有脸来求我成全你们母子？沈婉婉，你腹中的孩子无故无辜，与我无关。你想做妾，想守王府是你的事，别再拉上我。请皇上恩准退婚。父皇，儿臣不退婚。你还有脸不退？这门婚事是御赐，初御已与儿臣拜堂，岂能从未说过不要她？无论出了什么事，她都还是儿臣的正妃。景王殿下现在不肯退婚，不过是事落到了自己天上，才知道疼了。若今日喝下绝子药的人是臣女，殿下还会这样死抓着婚约不放吗？还是会像先前那样，轻飘飘一句玩笑，叫臣女大度些？云初瑶，景王正妃的位子还在你手里，这事就还有转圜。你若执意退婚，失的未必只是一门婚事。皇后娘娘，臣只知道，臣的女儿不能明知前头是火坑，还要往里走。初瑶，只要你肯留下，本王保证，正妃之位无人能动。婉婉入府后，也绝不会越过你。他越不过我，他腹中的孩子若生下来，便是庶长子。嫡妻未过门，庶子先落地，这就是你给臣女的体面。殿下既舍不得婚约，也有法子。沈氏腹中子不能留。不，殿下救我！皇上面前，臣女把话说死，婚约和孩子，二者择一。怎么又不敢选？我女儿说的不够明白。臣家绝不接受庶子生嫡女前头。景王，朕问你，选什么？儿臣做不到。说到底，你舍不得的不是我妹妹，是孩子，也是我云家的事。云成修，你放肆！大婚夜下药不究，反要大度，倒选孩子婚约便舍不得，天理何在？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臣父只这一个女儿，从小没受过委屈。如今景王婚前与人有染，大婚当夜又纵容旁人下药，臣父不敢再把女儿交给他。景王府的富贵，我们云家高攀不起。娘娘方才问臣女想清楚没有？臣女如今答得更明白些。流言再难听，也难听不过今日。
臣女宁可背着退婚的名声活，也不愿进景王府陪上一生。你可知你今日退婚，往后再议婚事会有多少麻烦？那也是臣女自己的路，总好过明知是火坑还自己跳下去。你自己做下的丑事，闹到如今这步田地还嫌不够难看。父皇，够了！既然云氏不愿，景王又舍不下，婚约作罢，自今日起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臣女谢皇上。送镇国公回府，带下去。没有本宫吩咐，不许见景王。初瑶，老爷，景王大婚夜被下药的事已经在外头传开了。传的倒挺快。该来的总会来。婚约是退了，可这件事远没完。听说了吗？景王大婚夜，喝进酒里被下了绝子药。那药本来是冲着镇国公府嫡女去的，结果景王自己喝了。何止啊！听说那如娘之女婚前就怀了景王的孩子，镇国公府当夜就把婚退了。瑶儿，先进府。前世喝下绝子药的人是我，皇家一句后宅闲话便能轻轻压下。可这一世，喝药的是景王，断的是皇子的前程。老爷、夫人，今早天刚亮，便有好几家府上递了帖子来，说是问候小姐。还有几位夫人身边的妈妈托了话，问府上的婚约是否当真作废。问候？他们消息倒灵通。哼。全都压着，谁也不见。先关门，这几日府里上下都收紧些，外头递进来的话，先别往内院传。瑶儿，女儿没事，昨夜那么多人都看见了，外头传便传吧。你说的对，咱们没什么不能见人的。幸好那酒没进你的口。傅承安如今算是成了全京城的笑柄，自己纵着如娘之女胡来，最后绝子药进了自己嘴里。笑柄是轻，若不是他护着沈管管，哪能闹成这样？景王此人心性薄凉，行事荒唐，这门婚事断了，未必不是好事。婚事断了是好，可往后婚约一断，盯上云家的不会少。传陛下口谕，请景王殿下即刻进宫，不得延误。臣遵旨。殿下，殿下，娘娘会不会要了我的命？安分些待着，有这海孩在，本王自会想办法保你。陛下，景王已带到，你自己看。儿臣失仪，请父皇责罚。下药绝嗣，镇国公退婚，傅承安，你还有脸面当这个皇子？是有人算计，云初瑶，他明知有意故意换杯。父皇，儿臣是被诬陷的。放肆！若不是管教不严，宠幸无道，
这毒怎会喂到你嘴里？一个无后的皇子，朝臣怎么看？宗室怎么看你？景王，给朕闭门思过，若无朕令，不许踏出府门半步。你还知道回来见本宫？儿臣让母后蒙羞了。蒙羞？你是想活活气死本宫？镇国公府的兵权、储君之位，你竟为一个乳娘之女全毁！沈婉婉毕竟已经怀了儿臣的骨肉，那孩子若非男胎，你还有何资格与庆王相争？无论你用什么手段，哄也好，逼也罢，绝不能让云初瑶落入他人之手。儿臣明白，云家这门亲，谁娶谁死。不仅要控制云家，还得让沈氏的胎儿安稳落地，你才有翻身的机会。云初瑶，即便婚约作废，你也休想脱离本王的掌控。殿下，你可回来了。是不是婉婉连累你了？婉婉当初真不是有意害殿下，我只是太怕了。管管怕你成婚之后，心里就只有云初瑶，再也不理我了。婉婉一时糊涂，才做了傻事。那杯酒本就是给云初瑶的，谁知他竟故意与你换了酒杯。若不是他换了那杯酒，喝下绝子药的就不会是我。婉婉这么爱你，怎么会伤害殿下？殿下信我好不好？信你？沈婉婉，那杯酒原来是给云初瑶准备的，却被本王喝了。本王如今落到如此地步，归根到底也是因为你。殿下，我……不过，看在你腹中还有本王骨血的份上，本王先不与你计较。婉婉一定听话，再也不敢胡闹了。母后说的对，不能把云初瑶让给别人。殿下，你还在想云初瑶？本王在想什么？轮不到你智慧。婉婉只是担心殿下心里烦闷。你若真想替本王分忧，就安安分分把孩子生下来。从今日起，没有本王允许，你不许离开这院子半步。殿下，你这是……你闹出的祸还不够大，如今满京城都在盯着景王府，还想出去给本王惹一桩笑话？是。瑶儿，与景王婚约已断，往后怕是更不安生了。我只盼着你离这趟浑水远些，可如今只怕更难。哼，景王丢了这么大的脸，哪里会善罢甘休？傅承安前世靠着云家一路往上爬，今生失了云家，他只会更疯。爹、娘、哥哥，景王和其他皇子必定不会放手云家的婚事。与其等旁人来挑，不如我自己先选。瑶儿，你心里可有人选了？女儿想嫁骠骑将军卫领，这一次，女儿想自己选一条路。卫林，卫将军手握重兵，不与皇子争斗，若妹妹嫁了他，定是如虎添翼。卫将军是好，可这婚姻大事，哪能这般急着下定论？瑶儿，若不是景王欺人太甚，你何至于这样苍忙？娘，如今与景王的婚约已断，京中不知多少势力盯着镇国公府，若不尽早决定，等来的定是一场腥风血雨。你为何选他？其一，卫雷手握骠骑军，战功赫赫，连皇子也要给几分薄面。其二，卫磊为人端正，
行事有度，颇有君子风度。妹妹眼光倒是不错，一挑便挑了个最好的。你妹妹说正经事儿，别随便插话。齐三呢？前世云家蒙冤满朝退避，只有魏岭站了出来，那份恩我未能报答。齐三，我信他。爹，我倒想起来一件事。去年圣上还未给妹妹与景王赐婚时，魏林曾问了一句：“妹妹可曾定亲？”如今再想，他分明是早有心思，只是碍于景王定下婚约，才没再提。好，我女儿岂会只有景王那等权势之人看重？魏将军人品、战功、家世，样样都拿得出手。更要紧的是，他不把云家绑上夺权的船。婚姻大事总得按规矩来。都到了什么时候了？再磨蹭2日，庆王、宁王、肃王指不定带着聘礼上门提亲。可女儿家婚事，总得讲媒妁，讲礼数。娘，旁人怎么看都不要紧，只要女儿不再被当成筹码，便是最好。好，娘支持你。多谢娘。既如此，现在就去魏府。现在吗？先把此事定下来最要紧。来人，把我的帖子拿来，再备一辆马车。云峥这人，当年上战场也没这么急。娘，你让爹去吧，再不去真要叫人抢了。你还笑？我这是替妹妹高兴。魏林指定强过景王，这一次谁也别想再逼你。这一世不一样了，我不是孤身一人，也不会再一味退让。夫人，二皇子庆王殿下来了。果然还是来了。婚约一断，我便不再是景王未婚妻，而是整个京城都想争的一块筹码。庆王殿下带了不少人，还有聘礼。瑶儿，娘不必担心，人既来了，总要见一见。好，你先回避，娘和程修先行接待。庆王能来，傅承安便一定也会来，这镇国公府只怕不会消停。敢问，镇国公不在府上？父亲外出未归，王爷若有话，同我说也是一样。听闻云小姐与景王退了婚，本王今日前来，想来不算唐突吧？在他们眼里，婚约一废，我便又成了争夺的筹码。王爷说笑了，婚姻大事自有父母做主。既如此，本王今日便是来向国公府求亲的。云小姐才貌双全，出身尊贵，景王不懂珍惜，那是他的损失。本王此次前来求娶，也算成人之美。想来国公不会怪罪本王吧？景王殿下到。镇国公呢？父亲此时尚未归府，这时候云峥不在府里，还能去做什么？庆王，初遇是本王未过门的妻子，你今日这番作为，未免不妥吧？景王，你与云家的婚约是父皇点头作废的，既已退婚，云小姐便是待字闺中，一家有女百家求，自己不知珍惜，难不成还不许旁人来求？傅承义，少在这里冠冕堂皇！你今日来此的目的，你心里最清楚。景王殿下，大婚当夜与府中乳娘之女珠胎暗结，如今婚约已退，还不知廉耻的来到国公府撒泼，真是丢脸。本王与初瑶的事，还轮不到你插手。如今婚约已废，莫非景王还打算强抢不成？两位王爷，这里是镇国公府，不是两位王爷争执的地方。婚约一事，自然不劳两位王爷定夺。他们想要的，不过是云家的势力，从来都不是我。
魏林，看来云小姐这桩婚事，本王与景王都未必争得过魏将军。庆王殿下，景王殿下，此行有些仓促，却不是一时起意。此番上门，只为求娶云家小姐。魏将军言重，今日虽来得巧，却也正是时候。正是时候，本王看来未必。婚姻之事，自当凭理而来，公平竞争。将军与云小姐平素并无多少往来，今日为何突然登门拜访？臣爱慕云小姐已经多时，如今婚约作罢，臣自然按礼登门，不敢怠慢。好一个不敢怠慢！魏将军说的倒好听，初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凭什么驾驭武将？还是说你与他私下有交情？景王殿下说错了。初瑶，笑迷将军征战边关，保家卫国，比只会讲体面，连自己府中是非都分不清的人强上1000倍。我愿意嫁给谁，殿下不能替我做主。至于这门婚事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好，云初瑶，本王倒是小瞧你们了。魏将军倒真是好本事，景王殿下过奖。若说你们私下里从无往来，谁信？傅承安，你少血口喷人！云初瑶，你从前端庄自持的模样，本王还当你知礼守端，没想到竟是另攀高枝。看你是找死！兄长，景王殿下说完了。怎么？本王说错了？堂堂景王殿下，在大婚前便与乳母之女私通有子，今日竟还有脸栽赃我与魏将军。沈管管在我酒里下绝子药，殿下却护着沈婉婉。殿下婚前失德，是非不分，心术不正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说到底，你还是怨本王。本王与云家婚约一断，那魏林便立刻带着聘礼上门。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景王殿下，女子清誉，不是你能随意诋毁的。本王说的，难道不是事实？事实。婚前失德，珠胎暗结，如今你却有脸站在这里污蔑云小姐。景王殿下还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完吧。魏林，臣与云小姐往来不多，今日登门提亲，问心无愧。且云国公已然进宫面圣，倒是景王殿下，更何况镇国公府的嫡小姐，是清清白白、堂堂正正的大家闺秀，容不得旁人随意污蔑。是吗？那本王倒要看看，父皇是听国公的，还是听本王的？臣说的是理，陛下若要听，臣自然敢去说。你圣旨到！圣旨到！初瑶，本王说过，你只能是本王的王妃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国公嫡女云初瑶端庄淑慎，秀外慧中，着赐婚于骠骑将军魏林为妻，则即日完婚。成婚后封2品诰命夫人，钦此。臣女领旨，谢主隆恩。臣领旨，谢主隆恩。好一道喜事！魏将军战功赫赫，云小姐高门贵秀，倒真是一桩相通的好婚事。到时候本王可得上门讨杯喜酒喝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景王殿下慎言，父皇怎么可能把她赐婚给魏林？他明知道……明知道什么？明知道你与云小姐的婚约已经取消，明知道你府上还有位乳母之女珠胎暗结，正等着进门抬位分。傅承玉，怎么，你想抗旨不成？景王殿下，圣旨已下，往后云小姐便是我的未婚妻，还请殿下自重。景王殿下不是最讲究气度吗？
如今圣旨已下，您总该拿出些皇子的气度来才是。哈哈哈哈！说的是，承安，你一向最明白识大体这3个字，今日可别叫人失望。好，很好，云初瑶，你今天的选择最好别后悔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便是曾与殿下有过婚约。既然圣旨已宣，2位王爷也都瞧见了，今日府上事多，臣就不多留2位了。既是如此，本王便先告辞了。魏林，别得意的太早，臣等着殿下自重到底。他不会善罢甘休。他当然不会，他丢了婚约，失了体面，如今更是彻底绝嗣。他要想翻身，只能指望沈婉婉肚子里一带。你的意思是，沈家最近一直在外头寻找月份相近的流产孕妇，打着寻找乳母的旗号。可我怀疑，他们图的根本不是乳母，他们图的是孩子。景王再疯，也不至于敢拿皇室血脉做重章吧？傅承安现在失了云家，没了前程，还绝了后。沈婉婉肚里那一个，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。瑶儿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女儿只是觉得，以景王的性子，山穷水尽时未必不会铤而走险。沈氏母女最近寻人，专挑月份相近的临产妇，若是被辱母，何须如此？这可是欺君的大罪啊！正因是死罪，才说明他已被逼绝路。一个绝嗣的王爷，若这一胎是女儿，他便彻底翻身无望。这时候，偷龙灌凤将是他最后的筹码。若真如此，这便不是后宅争锋，而是祸乱皇嗣。绝不能让傅承安就这样轻易做成这个局。那对狗男女当真是疯得彻底。老爷，要不先给宫里递个话，万一……不急，如今没凭没据，打草惊蛇不说，傅承安还会倒打一耙，说我们挟院报复。他既然想布这个局，我们就守在明处，看他怎么把自己送进死胡同。既得国公爷信任，此事我定会亲自留言。今日多亏将军及时解围，护住你的清誉是我的本分。虽然名分定了，但那傅承安丢了这么大的脸，绝不会消停。比起征婚，我更怕他坏了云家根基。父亲，兵不往来，边关粮草，军中旧部，只要是我们能给傅成康的，他得不到，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毁掉。我知道了，我也会盯死那边。傅承安，这一世你没有先机，这一局你输定了。瑶儿别怕，爹娘一定会防着他们。禀夫人大小姐，景王府偏门刚出了个婆子，神色慌张往城西去了。跟上他，查清他见的是不是快临盆的产妇。是。他准备的越周全，将来摔得越狠。要找月份对得上的，误差不出半月。只说是招乳母，要这么严苛吗？少打听，你知道的越多，命丢得越快。走。他怎么敢？那个曾经对我俯首帖耳的云初瑶，竟然当着全京城说魏林更好！王爷息怒，滚！都给我滚！老奴见过景王殿下。母后派你来，又是来劝我认命的。娘娘传话，事已至此，云家那头硬碰不得。娘娘叮嘱，现在您的前程全在沈氏腹中那一胎上。母后的意思是，只有沈氏这一胎生出个儿子，本王才能翻盘，对吗？沈氏若是能生下皇长孙，他便是功臣；若是生不出，娘娘也救不了您。到了那时，连娘娘也保不住您。殿下好自为之。沈氏这几日如何？回主子，那几个孕妇都安顿好了，月份核对过，最大的那个还有月月便要临盆了。若婉婉生气，生了儿子便罢；若她生不出，该怎么做？你明白？奴才明白，奴才这就去敲打稳婆，此事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。好女儿，这可是王爷特赏的补药，你一定要争气，生个世子，咱们沈家就能翻身了。只要有了这个孩子，王妃是谁就不重要了。云初瑶，你想不到吧？我虽然是妾，可这王府后宅还是我的。
殿下，您的手好冷。婉婉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这个孩子必须是儿子。太医说，父行是奸的，一定是儿子。那是最好。如果你不争气，沈家还有你，在这王府便再没有立足之地。禀主子，景王府近日从城西密购了2名稳婆，昨日深夜又遣人去了一处宅院，院内藏着2名即将临盆的村妇。招乳母用得着这么鬼鬼祟祟吗？如果只是招乳母，他绝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亲自动手。他是想偷龙换凤。继续盯着，千万不要阻拦他。我要让他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。是。傅承安，你这是连老天给的生路都等不及，要亲手掐断。先洗把脸吧，昨夜没睡好。若傅承安还有别条生路，他尚会收敛，但他已经没路了。关上门，你先下去吧。出什么事了？这一大早的，云卫的人就在外院传信。哥，景王养那些产妇不是为了找乳母，他是想换孩子。他疯了吗？混淆皇嗣可是灭门重罪。如果沈婉婉生下女儿，他就永远失去登位资格。走，找父亲商量。他竟然走到这一步！不仅如此，我们现在揭穿，他就会把那些产妇推出来挡箭，咬死是为了寻乳母。只有等假皇孙落地，他才算彻底走进死局。国公爷不必怀疑，暗探昨夜看到景王府在调配催产药，那不是正常的分量。沈氏若产男，自然皆大欢喜；若产女，偏院的人便活不成了。这个狗东西果然心狠手辣。既然如此，我想请将军动用你手里那些不入账的高手，我们得盯紧景王府每一碗催产汤，每一张稳婆的身契。你尽管放心，兵部那边我有顾就守着，只要那产房灯火一亮，我们必拿人拿葬。多谢将军。既然有圣场在身，保护你不只是客气。嬷嬷，不是说只是做奶娘吗？为什么这几天连窗户都不让开？老实待着是给你的福分，等过了这2天，小主子平平安安落地，王爷自然赏你们好处。夜里就算听到什么动静，若有人敢往外探一眼，现在就抬你们出去喂狗。离了本王，你云初瑶转身就嫁魏林，你想高枕无忧，等本王有了世子，靖王府重回巅峰，我要你后悔莫及。王爷息怒，沈氏那边刚来报，胎动厉害，稳婆已去守着了。娘娘让老奴给殿下带句话，谢家那边已松口，只要世子平安落地，景王正妃之位便是谢嫡女的。若不是儿子，谢家那老狐狸怕是立刻就要跟本王撇清关系吧。如今殿下绝了后，唯一的筹码就在沈氏肚里，无论如何绝不能出岔子。本王当然知道。都几个月了，报上来。回王爷，8个月零10天。安检了，吃穿用度不许假手于人，特别是那2个月份最近的。殿下放心，老奴就是舍了这身皮，也一定办妥当。最好是能办妥，否则你们全家的命都不够给世子垫脚。殿下心尖上的终究还是我，只要儿子落地，王妃位算什么？婉婉，你也得长个心。殿下说了，你这一胎生得下儿子便罢，生不下，偏院那些退路必须要掐在咱们手里。只要那些产妇有男胎，我的儿子就一定会如期降生。景王深夜密语偏院，不仅查彻月份，还秘密指派了2名只会指挥筹得生产的接生婆守在那景产妇身边。小姐，他这是要人为造一个世子。小姐，你也要请国公爷去请父亲。另外，给魏府递个话，请魏将军过府。奴婢这就去。傅承安，
前世你为了沈婉婉夺我父兄兵权，我当你只是薄情。如今你竟敢圈养孕妇，意图偷龙换凤，你真当这天下人都死绝了吗？瑶儿，发生什么了？你脸色如此难看。暗卫传来消息，傅承安半夜去偏院亲问代任妇的月份，还安排了人坚守。真是混账东西！他如今所有的指望都拴在沈婉婉肚子里的那个肉疙瘩上。若生个女儿，他想在这些孕妇里找个男孩换过去。我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。你是怕他不止换子，还会对亲生女儿痛下杀手。为了那张椅子，傅承安什么不舍得？我会撤回原本暴露的眼线，换成精锐死士盯着偏院药房。他不是想偷龙转凤吗？那就让他做。他准备的越周全，他的坟就挖得越深。我们要盯住的还有一个人，庆王。若要在关键时刻掀开这个雷，庆王这把刀才是最好用的。交给我，有我在，绝不让他有翻身之日。这场局才刚刚开始。云初瑶，你竟真的敢另嫁他人，还选了个粗鄙武夫！本王要把魏家，要把郑国公所全都踩在脚下。沈姑娘那边已歇下，侧院那几名妇女已按计划全部控制。月份最接近的那2个，不许出任何差池。若是个女孩，只要那产房里传出哭声，走出来的必须是世子。诺，殿下，娘娘让老奴传个话，谢家那边已在接触，100日宴前后必能定下名分。眼下谢家能为您撑回几分面子，前提是沈氏肚里的得是个争气的皇长孙。嬷嬷回禀母后，儿臣明白，这孩子只会是本王的翻身之本。殿下，您可来看婉婉了。太医说这2个胎动频繁。婉婉，本王这些年宠爱你够多了，你若争气生下儿子，整个景王府都随你，哪怕是从别人肚子里抠，这一胎走出来的也得是景王世子。景桑刚出了沈氏的门，沈母那边已准备好推产药物。比我想的还要疯。魏将军那边可盯住了？魏将军府加派了3倍士在府外接应，他交代请姑娘按计划袖手旁观。傅承安，路我已经给你留好了，那是你亲手给自己掘出来的坟。妹妹，昨夜重合过了，景王府偏院不仅关着待产妇，稳婆药姑子也全被他的人守死了。傅承安连催产药都备下了，他是想让那些人跟沈氏在同一天生。傅承安这个畜生，他为了那个位置已经疯了。瑶儿，你觉得咱们现在该告到御前吗？现在告，他可以推说是被辱母，要等他亲自动手，在他换子那时，才是最好的机会。见过国公爷，景王府里每一个产婆进出的时间我都有记录。咱就这么干看着？国公爷盯着后巷和角门，若是半夜有包裹送出，认准了那几张脸就行。剩下的脏事你不必碰，我会帮你看着。谢谢将军肯信我的猜测。既然傅承安想亲手挖这个坟，我们就得帮他把土盖严实。沈夫人说了，新换的催产汤里药量要加重，不管生出来的是什么，这王府走出来的只能是小世子。昨夜3更，2名稳婆潜入景王府偏院，那里面孕妇已增至3人。3个人？他哪是寻什么乳娘，他这是要种个儿子出来。那3个人，月份是否与沈氏一致？不出一辙，王府药房昨夜偷偷送了催产药进偏院，且严令下人守着。混淆皇室血脉，傅承安这是要拼死一搏，给自己留后路。傅承安自大婚夜起便输了个精光，如今沈氏这一胎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。既如此，这5个人便一刻也不能送。属下明白。药房那边多开的不仅有推产药，还有封口的哑药。魏将军，看来你要多调些手下了。偏院那几个人不仅是人，连稳婆出府的后路我也截了。傅承安这是想等偷龙换凤成事后，灭了所有人的口。不能现在动手。为何？现在冲进去搜出那些民妇，不是铁证吗？要打蛇打7寸。既然他想布这局，我们便成全他。每多走错一步，他给自己挖的坟便深1寸。我会盯着，必不让他留下半分补救的机会。小姐，景王府那边又发帖了，说沈氏身子沉了，请城内各府相看稳婆，还让咱们府帮着举荐。
这狗东西想以此证明他的乳母是从民间海选来的。这倒是送上门来的请辞。白纸，拿笔来，我亲自回帖。我不仅要看，我还要一个心虚的人，在那一夜方寸大乱，亲手毁了他自己。上头真的交代，这一锅都得分着灌下去。他们那几人的时辰不一定赶得上啊，赶不上也得赶。王爷说了，今夜子时前必须个个见红，哪个人生男，哪个人生女，那都不是命，是我们大人的算盘。傅承安那是心虚到家了，才敢厚着脸皮找我们要稳破名单。被盯着的人，为了藏住尾巴，最容易发起出错。宫里来人了，皇后娘娘宣云小姐入宫续话。这个节骨眼儿又是续话，我看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没事的哥，既然皇后还没死心，那我就帮她把这最后一丝想念斩个干净。你倒比本宫想的还要沉得住气。臣女愚钝，不知娘娘深意。那沈氏不过是个妾，若你点头，孩子落你名下，名分、前程，还有你国公府的颜面，本宫保你一样不少。娘娘给臣女的是前程，可傅承安给臣女的却是羞辱。倘若那晚的绝子酒是臣女喝的，他会为我杀了沈婉婉，还是会劝我替他养庶子？承安纵有糊涂，但他必究是皇子。不是糊涂，是景王本性如此。臣女今日请命，臣女与景王从此死生不相干，哪怕孤老终生，也绝不再踏入景王府半步。滚下去！既然这路你要自己走死，本宫成全你。顺不顺利？傅承安死期已至，我不陪葬。走，送你回府。有我在，他的人要是敢拦你，我就亲手砍了他们的爪子。娘娘，云小姐这路是彻底封死了。既然云家废了，那就传话景王，看紧沈氏肚子里的种，哪怕不是男种，也得变成男的。真是丧心病狂，一口气养了5个产妇在偏院。傅承安这是要拼一个儿子出来。为了权力，他竟真敢连人命都拿来换。爹，不能报官，更不能点破。为何？现在进去捉个正着，岂不省事？因为没证据。我要的不是他的虚西京一场，我要他亲手把换子的罪名扣在自己头上。他说的对，兵部那头我盯着，谁敢在此时搞小动作，我魏林必先斩了他。好，那就盯着。既然戏台子已经搭好了，总要唱完最后一段。今日皇后有没有拿什么混账话辱你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没有翻盘的机会了。谢谢将军，总是站在我身后。以前路是歪的，没人拖着你。今夜有我在，可安睡。小姐，前头有人拦路。初瑶，景王妃的位置，本王一直给你留着。殿下是觉得我很稀罕这个位置？大婚夜是沈氏胡闹，可她就是个妾。你若回来，孩子记在你名下，你还是名正言顺的景王妃。说完了，本王都给你台阶了，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？你非要跟那个武将过一辈子吗？省省吧，景王殿下。你舍不得的不是我，是我国公府的兵权。卫林军中刀剑无眼，你嫁他就能高枕无忧。至少他不会任人对我下毒，更何况我是真的嫌你燥。袁初瑶，你竟敢！离我的未婚妻远一点。卫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殿下若再不回避，臣不会再口头提醒。好，卫林，本王倒要看看你能护他几时。总算平安回来了。听说景王在路上发了癫。没事，有魏将军在。以后景王要再难为你，差人知会我。有我在，定有他好看。听见没有？这句话
可比什么正妃位值钱多了。哥，这种时候还有心思玩笑？我这是替你出气。走，进去同父亲说。他竟敢深夜拦车，是真疯了！真当咱们国公府是泥捏的？初瑶，他都同你说了什么？他说正妃之位还给我留着，沈婉婉不过是妾，过去的事都能接过。他当自己是什么东西？到现在还摆出这副施舍人的嘴脸，真以为我云家的女儿非得跪着接他那点破恩典成？傅承安这是急了，失了婚约和云家，他已经乱了分寸。父亲说的是，他知道再也拉不回我，便只会把所有怨气算到云家头上，尤其是云家如今站在魏将军身后。国公爷，魏将军派人送了消息。国公爷，我家将军问云小姐是否平安，另请国公爷放心，今夜长街之事，将军会继续盯着，必不叫景王再次靠近。魏将军有心了。你家将军如今何在？怎么没亲自来？将军并未回府，他算定景王回府后必不安分，此刻正命人在景王府周遭盯防，若有异动，会立刻报给国公府。知道了，回去替我谢过魏将军。是。程修，府中护卫明日起再添2层。夫人，内院由你重新理一遍，往后景王府的帖子和人一律不许进门。今天就先这样吧，都回去休息吧。小姐，幸好魏将军来了。若是以前，景王恨不得让您自己忍了这些气，魏将军这才叫真把您当人看。他做事周全，哪里只是周全？接您回家，替您挡景王，眼下又让人盯着景王府，奴婢瞧着都安心。这位魏将军办事倒真是周全极了，明明是个武将，心思却比咱们女子还要细腻几分。你如今倒越发像魏府派来的说客，奴婢那可是替小姐高兴。去歇着吧，明日还要早起。是，小姐。你来的正好，魏林刚带了线索，景王昨晚没睡，连夜见了兵部主事。景王昨晚除了派人死死盯着那个偏院，还想在暗中动云家军兄俩的根基。我就知道，这狗东西在婚事上没占着便宜，就开始朝云家的根本下手了。傅承安不只是想要权，他得不到云家就要亲手毁掉。卢大人官位不高，却卡在要害处，多一道章，粮食就能变石头。父亲，兵部有人伸手，我们便先自查，把所有经手旧部的文书重新理一遍，凡是经卢大人手的，哪怕一个字，也要看清楚。我那边会配合国公府，从粮草补给线上盯死。好，程修，带人去兵部外围盯死那个姓卢的。魏将军，边军那边就有劳了。是。今日的事谢了。若没那道消息，父亲不会防得这么快。我既然答应护你，便不只是拦住一个纠缠不休的景王，兵部和景王府我都会帮你挡着，不必你自己去挡那些光剑影。你别害怕。我若真的怕了，也不会把担心都告诉你。你既肯信我，那是魏某的幸事。这一世好像真的不一样了。这汤怎么一股药味儿？姑娘明鉴，这可是王爷特意叮嘱太医给小世子补身子的。王爷呢？还没回？王爷刚一回府就问姑娘胃口好不好，哪还有比您更要紧的？那是自然。等着小世子落地，王妃之位迟早是你的。哼，什么云初瑶，生来高贵又如何？还不是没福气守住景王妃的位子。如今不知躲到哪儿哭去了。等你生了儿子，殿下再往那个位置上争一争，你就是全京城最尊贵的女人。这个孩子必须得是个儿子。沈主子，殿下特意遣人送来的补药，说让您好好养着。端过来我瞧瞧。姑娘恕罪，
婢手滑。看来是这院里规矩松了，没把我当主子伺候。下作东西，也不看看姑娘现在是什么身份！来人，拉出去掌嘴！姑娘饶命，老夫人饶命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行了，我今日不想见血光，给我滚出去！谢谢主子，谢谢主子。只要这个孩子是儿子，我就还有翻身的机会。宫里刚传了话，我要见沈主子。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通报。什么消息大惊小怪的？沈主子，宫里刚传回话，皇后娘娘已经替王爷定下新正妃了。你说什么？选妃？那云初瑶才走多久？选的是谁？是户部尚书谢大人的嫡女谢宝珠。怎么可能？婉婉这边连世子都要生了。殿下答应过我的，殿下亲口说心里只有我一个。谢宝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信，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摘果子。沈主子，天快亮了，歇一会儿吧。歇？谢宝珠还没进门就要夺我的孩子，你让我怎么歇得下？婉婉，这种话哪能乱说？你肚子里的是皇孙。娘，皇后急着选妃，是怕我母凭子贵。我要去找殿下要个说法。胡闹！月份这么大了，站在风口做什么？惊了胎气，你赔得起吗？殿下，婉婉想听你一句实话，宫里是不是在相看谢家的女儿？还没定死，你莫要多思。若她进门，我还有命在吗？你如今最该做的是安胎。长安哥哥，你曾说只会让我生下你的孩子，那王妃之位……婉婉，你要看清你的身份。王妃之位，要的是门第，是助理。你有什么？你只是乳母之女，拿什么去堵宗人府的嘴？可我为你怀了唯一的血脉。等你生下儿子，王府少不了你的尊荣，但名分你别妄想。妄想？我10年的陪伴，在你眼里只是妄想。你若真为本王着想，就该明白什么叫分寸，哪怕是生母，在谢王妃面前，你也得懂什么叫卑。娘，你说，若这孩子生出来，他能穿上我亲手做的鞋吗？瞎说什么？你是他的亲生娘，不穿你的穿谁的？是生母的娘，还是正妃的娘？我不能再等了，那个谢宝珠还没进门就要夺我的命，我若不先下手，就只能死在偏院里。殿下，沈主子在寝殿里寻死觅活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月份都多大了，在这寻死吗？滚回床上去。殿下，婉婉只问你一句话：若是这一胎是个儿子，王妃的位置，殿下会不会给我？不会。为什么？殿下，您分明答应过。因为景王正妃要的是高门本第，是谢家能给本王的朝堂体面。你应该知足。若非你肚子里还有这块肉，大婚之夜你早就死了。本王已经够大度，再要妄想就是求死。既然殿下不仁不义，那这部玉石俱焚的死棋，也是时候由我亲自来下。婉婉，先把安胎药喝了吧。太医说你这几日身子亏肥，必须要多进补。补了又如何？等着孩子落地，我只剩下2条路：要么被送去庄子病死，要么眼睁睁看着谢宝珠当他的娘。胡说什么？你肚子里可是小世子。傅承安只想要儿子翻身，他这种薄情的人，我若不赌一把，命就得交到别人手里。娘，偏院那些产妇盯着他们的嘴和稳婆，一个都不能松。放心，药已经下进他们的审食里了。去盯着时辰，我感觉快了，要生就让他们一起生。嬷嬷，真的要现在？王爷吩咐了，今夜必须一起生，时辰差一点都不行。快端进去灌了。都看严实了没有？稳婆说，就这半个时辰了。如果生出来的是女儿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属下明白。傅承安他也配当人？
竟然真敢动宦子的主意！哼，他现在是一条输不起的狗，为了皇位，他什么都敢做。现在的关键不是揭穿，是证据。只要他敢换，我们就要把证据拿到手，那他就完了。交给我吧，我要亲手制裁他。程秋，带人去后巷守着动手，谁爆出来的、几时出来的，都给我祭死。动作快些，挨个灌下去。要是误了主子的事，你全家的命都得赔进去。姑娘，稳婆都到了，偏院那几个今夜也一起见红了。好，很好。我娘呢？只要那边落地的是个儿子，不管是谁生的，都能变成咱们的世子。给我顶死了，一寸都不能出差。好疼，肚子疼，救命啊！生了！来人，把院门封死，闲杂人等敢靠近，直接乱棍打死！主子，沈侧妃发动了，偏院内5位也几乎是同时生了。好，是龙是虫就看今晚了。不管是哪方生的，我要的是景王府的世子。他不是在等儿子，他是在等一条翻身的路。后巷已经安排了人，换人也好，销赃也好，只要他敢从这道门过，就肯定被逮到。今晚景王府每一声哭，每一盏灯，我都盯死。沈主子，再用些力呀！生了，生了！娘，儿子还是女儿？说啊！是个姑娘。女儿，你毁了本王前程，就给本王生了个女儿。殿下，不怪我，都是云初瑶那个贱人。你也配提他？本王被你害得绝了嗣，如今只剩这一线希望。殿下还有希望？偏院那些人不是也开始了吗？只要抱一个儿子过来，生在王府里的，怎么就不是殿下的世子？只要明天走出这道门的是个世子，景王府就还有后，殿下就还没输。你是皇帝嫡子，你不能没有继承人。今日在这屋里的都是本王的人，谁敢露出去半个字，本王诛他全家。去边缘悄悄看，不许声张。生了儿子的，立刻报来。是。殿下，难道你……禀殿下，偏院柳氏生了儿子，柳氏产后昏死，接生婆已被属下看住。傅承安做了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主子，柳氏那边怎么处置？把你那个送去给柳氏，就说她产后体弱，母女双亡，别留下任何痕迹。柳氏那边怎么样了？灌了蒙上药，还昏着。为什么还没解决？把药给我。大人，那是补药还是毒药？老婆子看得出来。大人，柳氏才生了儿子，是立了功的，求您留条活路。殿下要给他一母双全的名分，你也想要？我的孩子。没气儿了。既然是血崩生下来的弃儿，养不活也正常，给他好生处理好。主子，柳氏内房都处理干净了。干净了才好。这世上只有本王的儿子能活。景王府大喜，沈侧妃平安诞下长子，母子平安。
娘娘大喜，景王府生了，是个小世子。好，承安终于有后了。太医怎么说？只说母子平安，旁的还在细查。去传本宫密旨，给本宫盯住那个孩子。是，娘娘。成了，宫里已经知道了，皇后还要派太医亲来，这富贵总算保住了。那个女孩埋干净了吗？闭嘴！昨夜景王府只生了一个世子，听懂了吗？真让他换成了，宫里全认了这是长孙，简直荒唐！急什么？怕的不是换子，怕的是这个世子站不住。景王昨夜提前灌了5份催产药，说明他自己也害怕。假的终究真不了。谢家那边婚约还没撤，这孩子来的正是时候。哥哥，让人去翻景府昨夜的药渣，一点都别漏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这出戏才刚开场，我得再给他们添把火。孩子有了，正妃也有了，承安这一步总算没走死。沈氏阙那边，娘娘打算如何处置？他若识趣，就送去庄子；若不识趣，景王府可容不下2个女主人。百日宴那天，一并把景王妃的名分定下来。是，娘娘。都给我仔细点儿，这些可是皇后娘娘亲自吩咐的，你们可担待不起。世子一落地，景王府这回真翻身了。那是自然，这可是皇上的嫡长孙，贵气在后头呢。哼，有了这孩子，外头那些闲话谁还敢提？云初瑶再尊贵又如何？嫁了武将，这辈子也只能被我踩在下面。孩子生了，名分就得要，你不能一直住在偏院。趁殿下现在宝贝这孩子，你得让他封你做王妃。殿下，这孩子总算平安落地了，婉婉心里也算踏实了。你辛苦了，想要什么尽管开口。婉婉只求殿下给我一个名分。孩子记在谢氏名下，是他的造化，你安分做生母，景王府少不了你的吃穿体面。生母，我要的是王妃之位。哼，王妃位要的是谢家的户部背景，要的是能补上云初瑶离开后留下的缺口。你能给本王什么？你好生休养，莫要多想。婉婉，不好了，皇后娘娘已经往谢家送聘书了，定下的正妃是谢尚书府的谢宝珠。原来我在她眼里真的只是个替她生孩子的东西。既然她不给我留活路，我凭什么还替她守着这个秘密？殿下现在满心都是这孩子，你得抓住这个。沈主子，不好了！宫里定了谢家嫡女为景王正妃。正妃，我刚替她生下长子，她就要迎新妇进门。而且百日宴后，由新王妃抚育世子，生母要挪出府。报应，这是我的报应。王爷，沈主子那边又闹起来了。去告诉他，既然本王留了他一条命，他就该感恩戴德。至于别的，他不配享。是，王爷。谢宝珠，你想做世子的嫡母，想送我去死，那就谁都别想干净。谢宝珠还没过门，去母刘子的刀就已经架在沈婉婉脖子上了。他们办这场宴，不过是想把真相压下去。既然他们把戏台搭起来了，我也该备一份礼送过去。我的人会守在九教和内阁，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从前抱着他，以为自己能翻身，现在每抱一回就冷一回。主子，谢家要查世子身边人，给王妃腾地方。他还没过门，手就伸过来了。吴妈妈说了，王妃要亲自挑人。这是王爷意思。王爷说了，谢家早晚要管中妇，规矩提前立起来也是应当。咱们姑娘最讲礼法，世子落地就是嫡出，断没有让低贱生母在跟前晃的道理，免得带坏了世子的尊卑。一面规矩，一个要门第，一个要嫡母的名头，那我算什么？我是个用完就该扔的工具吗？云初瑶说的对，把孩子交给别人养，那不是福气，是刀。你别犯傻，孩子在你手才是护身符。如果谢百珠一定要我死，我为什么要成全傅承安的体面？我为什么还要替他保这个孩子？谢宝珠是户部嫡女，她最会拿规矩压人。刀已经架到沈婉婉脖子上了，她要是还不疯，我倒真看清她了。景王还想撑住长子、正妻、体面这些块牌子，可这牌子下面早就裂了。百日宴那天，我得亲自去送份贺礼，让景王府这场最热闹的戏
更加精彩。此宴绝非贺喜。傅承安刚捡回半条命，正急着借谢家女的脸面把自己洗干净。谢宝珠去母留子传开，这沈婉婉真逼到头了。这把刀已经架在他脖子上，是该他受的。那我们去不去？当然去。傅承安最想要圆满的这一天，偏偏也是沈婉婉最输不起的时候。戏台搭得这么大，我们不去看，他这戏还怎么唱？好，也让他们知道，我们云家也不是任人欺负的。小姐，魏将军求见。嬷嬷辛苦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这么晚，你怎么来了？消息到了，景王已经调了亲信去封后巷，他怕百日宴出乱子。怕乱子，说明他知道秘密快压不住了。亲王那边已经咬钩，谢家、裴家、嬷嬷里也换上了我们的人。庆王那边什么时候动手？等皇上落座，等谢宝珠正式领赏那一刻，站得越高，景王摔下来才越重。那天要是沈婉婉当众发疯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也脏了手？你不是脏手，你是在把自己从泥里拉出来。你若不狠，死的就是云家。宴上有我，你且安心。谢宝珠、傅承安，既然你们不给我活路，那就一起下地狱！前世我从这道门进去，今生我来看他怎么塌。走吧，有我在。谢家嫡女谢宝珠端庄淑慎，着册为景王妃，则即日入府。谢主隆恩，换了儿子又如何？谢宝珠还没进门，我就已经要被逼上绝路了吗？王爷，沈妹妹生下灵儿有功，只是身子一直没养好。谢家在京郊有处温泉庄子，不如礼毕之后，让沈妹妹去庄子上住些日子。殿下，你让我要去哪儿？沈妹妹放心，孩子既记到我名下，我自然会当亲生的一样疼。我不走，那是我的儿子，是我拼命生下来的儿子。他不是要我养身子，他是要去母留子。傅承安，你想过河拆桥杀了我？起来，父皇母后面前休要发疯。沈婉婉，你要是还能忍，那这场戏就白搭了。沈侍妾失心疯了，来人，把他拖下去。我不去，哪儿也不去。这是我的儿子，你们谁也别想把母子分开。住口！当着父皇母后的面，你还敢疯？你若再闹，本王也护不住你。傅承安，若我今日真被你送走，你觉得这个世子还能平平安安活到成绝那天吗？你那些见不得人的事，就不怕我全都抖落出来？来人！沈氏产后疯癫，胡言乱语，惊扰圣驾，封了嘴，拖下去，严加看管。快了，他越急着堵嘴，这出戏就越压不住。三弟，沈侍妾哭成这样，嘴里又是灭口又是杀人，父皇往后都在，你却急着把人拖走，怎么？景王府里真有见不得人的事，怕他说出来？庆王，这是景王府家事，若只是一桩家事，三弟急什么？若牵扯到皇室血脉谋害人命，那可就不是家事，是公事。父皇，这事是不是该当着众人的面查个清楚？够了！父皇息怒，儿臣不是生事，只是沈侍妾喊着杀人灭口，若就这么堵了嘴，传到外头，只怕人人都要猜景王府是真藏了见不得人的事。父皇，他既喊出杀人灭口，今日又是在景王府小世子的百日宴上闹成这样，若不问清楚，不仅堵不住宾客的眼，也堵不住天下人的嘴。为皇家颜面，请父皇准他把话说完。庆王，你存心毁我。你若坦荡，怕什么？他若是真疯了，正好还你清白。沈婉婉，你想清楚，你是想一个人死，还是想让你府外那个娘跟你一起陪葬？为了这个野种，他要我死，还要我娘陪葬。既然如此，今天谁都别想活。皇上，救命！景王府瞒天过海，他们这是要乱皇室正统。你既求朕做主，就把这件事给朕说清楚。回皇上，怀里这个孩子不是我生的，他是从景王府西偏院一个产妇那里抱来的。贱人，你敢在御前胡说八道！三弟，父皇就在这儿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你若清白，就让他说完。不是我胡说，
傅承安，是你骂我没用，是你恨我生不出儿子。那夜产房里全是催产药味，你亲口跟我说，只要弄个儿子过来，景王府就有救了。那个生了儿子的产妇，第2天就被你毒死，尸首扔去了偏巷。我的亲生女儿是被你亲手捂死的。前世你靠这个孩子坐稳太子位，今生你也该毁在这个孩子身上。这就是你给朕准备的百日宴。父皇，儿臣是被这毒妇陷害，儿臣没有。父皇，空口白话难免有疏漏，既然事关皇家血脉，不如当众验亲，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怎么，方才不是还喊着冤枉？怎么一提验亲，景王就怕成这样？亲王，这是百日宴，不是刑部公堂，你凭一个丰富几句话就敢逼本王？三弟若真清白，正好还你名声；可若你不敢验，那就说明这孩子根本不是你的。你这毒妇，你还敢回我？我杀了你！放手，傅承安，你连自己的亲子母都下得去手，你不配当爹。够了，父皇，他疯了，他是怨我娶正妃，才编出这些鬼话害我。这毕竟是皇家血脉，若当众见血，传出去到底不好听，不如先把人压下，私下查明。母后，若三弟真无辜，当众验亲正好还他清白；若连验都不敢验，那不是更叫天下人起疑？太医，滴血验亲。若这孩子真是景王骨血，朕替他做主；若不是，傅承安，这一关你躲不过了。怎么，三弟连一根针都怕？父皇开恩，父皇开恩，儿臣是一时糊涂，儿臣从未想过欺瞒父皇，更无意混淆皇室血脉。是沈氏，是他出的主意。他早就在府里备了产妇，说只要抱来一个男婴，就能替儿臣保住前程。儿臣是被他蛊惑，一时失了分寸，才会犯下大错。傅承安，到现在你还只会这一招。是我劝过你，可若没有你点头，谁敢把野种抱进景王府？女儿是你亲事捂死的，那个楚妇也是你下令灭的口。第2天进宫报喜的人还是你，你为了前程什么都做得出来。贱人！父皇，三弟既已亲口承认患子，验与不验已不重要，混淆皇室血脉，亲手杀罪已坐实，请父皇明断。傅承安，你大婚失德，失女患子，欺君罔上，事到如今还敢推罪于人？传朕旨意，傅承安德行败坏，罪不可诛，即日起废去景王夺位，圈禁王府，终生无旨，不得出府，撤去一项拱印，不得参政。父皇，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父皇，傅承安，你也有今天。傅承安，前世你踩着别人骨屎往上爬，这一世你也该尝尝跌下来的滋味。今日在场之人，谁敢把此事往外乱传半句，朕绝不轻饶。父皇，儿臣知罪，儿臣是一时糊涂，受了蛊惑，求您看在母后的面子上，再饶儿臣这一回。一时糊涂？你大婚下药轻贱正妃，如今杀女换子，也是一时糊涂。皇上，安儿再混账也是您的亲骨肉啊！看在皇家颜面的份上，给他一条活路吧。住口！他弑亲换子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皇家颜面？你身为皇后，教子无方，纵出这等畜生，朕还没跟你算账。报应，你算了一辈子前程，到头来还是毁在这个孽种手里。父皇，你老糊涂了呀！哼，回宫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想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都过去了。没事，以后都有我在。走吧，回家吧。妹妹，都过去了。要我说，这种货色就该当场砍了。程修，慎言。瑶儿，我们回家。魏林，今日多谢你。我说过，会护着你。前世傅承安送来毒酒，只问我一句：我若不死，沈婉婉怎么办？今天过后，终于和我无关了。娘，我们走吧。你且安心，一切有我。我原以为那些事会困我一辈子，现在才知道也能走出来。
往后不会再有人逼你了。上车吧，我就在后面。魏林，今晚别走了，我爹说府里备了暖酒，咱俩得好好喝一场。好，接下来就该好好准备准备你和魏林的婚事了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瑶儿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爹娘永远是你的后盾。娘，终于到头了。傻孩子，睡一会儿。到家了，娘叫你。前世到今夜为止，往后是我的新日子。小姐，夫人又叫人送了2套首饰过来，说先前准备的还不够，非要再给您添上。我娘这是恨不得把半个国公府都塞进我的嫁妆里。前世爹娘也给了我满城风光，可那一回是送我进景王府，这一回不一样了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以前娘总劝你顾得体面，如今想起来是娘对不住你。如今你嫁的是自己想嫁的人，若受了委屈就回家，娘护着你。娘，我会好好的。娘，我看库房都快搬空一半了，爹还在前头念叨，说魏林要是敢怠慢妹妹，他就亲自去将军府找人算账。大喜的日子哪有你这么说话的？魏林不会的。路远风凉天一，若有不便告我。将军府就送这么大点东西？你懂什么？这不是送东西，这是给你妹妹送底气。小姐，听说明儿景王府那边也要抬人进门，谢宝珠这口气怕是咽不下去。不重要了，他们的事与我无关。从明天起，我走我的路。小姐，奴婢昨晚都没睡踏实，光想着您今日大婚，心里就高兴的不行。是你大婚还是我大婚？奴婢这不是替您高兴吗？本想让你多睡会儿，可娘舍不得，还是想亲自送你出门。前世出嫁时，娘也这样替我梳头。那时候，所有人说景王府是好归宿。娘，女儿这一回心里很安。好，娘也安心了。骠骑将军到，接亲。想娶我妹妹，哪有这么容易？你尽管拦。云初瑶，别怕，有我。这家伙以后要是敢欺负妹妹，我跟他没完！大喜的日子，不准胡说。慢些。这一回没有毒酒，也没有景王府，我走出来了，往后是我自己的日子。起轿！